大家好，我是 Nancy，帮助过加州硅谷超过200个家庭买卖房屋的地产经纪人。许多湾区的买家卖家都在观望市场，也想知道2026年湾区的地产行情会是什么样的走势。经历了前几年高通胀加高利率，以及政府多次出现全新政策之后，房地产市场变得起伏不定。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在判断地产一年的趋势，已经不能依赖过去那种简单的周期判断，而是需要回到更理性、更系统的分析方式。在2026年，房地产市场不再是单一方向运行的市场，而是与整体经济、利率政策、就业结构以及消费者信心高度交织。许多参与者逐渐意识到，房市的表现不再取决于短期利率变化或政策刺激，而是更直接地反映在真实需求与基本面变化。因此，在这一期影片中，我将结合当前的现实情况，重点整理3家在全球与加州房地产市场中具有高度影响力的机构观点，分别是 Morgan Stanley、JP Morgan 以及 California Association of Realtors， 从宏观经济、利率环境以及房地产市场结构3个层面，帮助大家更清楚地理解2026年的整体趋势。首先，从整体经济环境来看，Morgan Stanley 对2026年的判断可以总结为温和增长，但持续承压。进入2026年之后，美国经济并未出现全面衰退，但同时也不再处于高速扩张阶段。Morgan Stanley 认为，当前经济呈现出一种放缓但仍具韧性的状态。这种韧性主要体现在就业市场仍然保持相对稳定，以及企业在高利率环境下仍然具备一定的盈利能力。这种状态为经济提供了缓冲，使其避免出现剧烈下滑。在就业层面，尽管新增就业机会的增长速度较前几年明显放缓，但失业率仍然处于历史相对低位。这意味着大多数家庭的收入来源依然稳定，从而为消费和住房需求提供了基础支撑。虽然企业融资成本较高，但企业通过调整资本结构和控制成本，仍然维持了相对健康的财务状况。正是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摩根斯丹利指出，2026年的房地产市场已经不再依赖低利率或情绪推动，而是逐步回归到由收入水平、供需关系以及房屋本身条件决定的运行模式。以湾区硅谷来说，我们也观察到，过去2年大公司的裁员新闻一直都存在。从一开始，买家群体出现比较明显的担忧，但2025年，在一些大厂陆续裁员的新闻中，市场相对受到影响，逐渐变小。Nancy 也认为，在没有出现更大规模的裁员情况发生下，就业对接下来短期的地产影响将不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Morgan Stanley 特别强调，在2026年，房地产价格的变化将更加分散和选择性，不同城市之间、不同社区之间，甚至同一城市中不同房屋类型和维护状况之间，都会呈现出明显差异。整体市场不再同步上涨或下跌，而是更直接地反映各自的经济基础与需求结构。这种分化意味着选对位置和选对房子本身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其实这种分化的情况已经在湾区2025年的房地产市场体现出来。根据我们在市场参与的竞价情况来看，目前优质学区等位置好的区域出现了更多的现金买家，而位置稍微偏远的区域市场则相对冷淡不少。另外，condo公寓市场由于高利率受到比较大的影响，而处于近2年的低点价位。从风险与利率的角度来看， JP Morgan 认为，尽管通胀在2026年已经较前几年明显回落，但尚未完全回到理想区间。这也是利率在2026年大概率仍然维持相对高位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样的利率环境下，房地产的可负担性依然受到限制，尤其是对首次购房者和依赖高杠杆的买家而言，购房决策变得更加谨慎。在 JP Morgan 的分析中，买家开始更加关注房屋的长期维护成本、现金流安全性以及未来转售能力。这意味着房地产作为一种资产类别，正在回归其本质属性，而不再被视为短期投机工具。在加州房地产市场方面， California Association of Realtors 地产经纪人协会对2026年的判断结合了本地长期结构性问题与当前经济环境。CAR 认为，加州房地产市场在2026年依然具备一定的基本面支撑，而这种支撑主要来自长期存在的住房供应不足以及核心就业区域的收入结构。尽管市场整体放缓，但这些结构性因素仍然限制了房价出现大幅下跌的可能性。以最近我们观察到的情况举例，
赋一些 AI 技术相关的高薪就业机会，也为一些优质区域带来更多高净值买家群体，更多的高收入家庭支撑了这类区域的房地产市场的房价。与此同时 ，CAR 指出，大量屋主仍然持有过去较低利率时期获得的贷款，在当前高利率环境下，这些屋主缺乏出售动力，从而进一步限制了市场上的有效房源数量。这种供给受限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房价，但也导致市场流动性降低，使买卖双方都更加谨慎。在这样的环境下， CAR 认为，加州房价在2026年整体呈现缓慢调整和高度区域化的走势。优质地段、学区稳定、通勤条件良好且维护状况优良的房源依然具备较强的市场吸引力，而定价偏高、条件一般或存在明显问题的房屋，则可能面临更长的销售周期和更大的溢价压力。综合以上权威机构的观点，2026年的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一个更加成熟、理性和去情绪化的阶段。它不再依赖情绪推动，也不再由短期刺激主导，而是回归到居住需求、经济能力以及长期价值本身。利率环境依旧偏紧，地产市场将延续2025年的趋势，继续根据区域分化。对于买家而言，2026年更适合在充分了解自身财务状况和长期居住规划的前提下，谨慎选择房源，而不是追逐短期市场变化。对于卖家而言，合理定价、充分准备房屋状况以及清晰的市场定位，将在成交结果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如果你正在2026年考虑买房、卖房，或希望重新评估自己的房产规划，可以点击下面我的个人网站链接，获取更多资讯。也欢迎联系我进一步沟通。我是 Nancy， 一位生活在硅谷的房地产经纪人。我们下期见。